网上传言，一家中国餐馆里囚禁着青少年性奴，于是警察就赶来调查。不料李老板很是欢迎，他正好借此证明自己的无辜。哪知就在这时，突然一名大汉持枪闯了进来，声称是来拯救那些女孩的，但警察在场，当然不允许他乱来。接着很快就将大汉制服了。而李老板为了自证清白，打开了所谓的地下室大门，哪知这只是普通的杂物间而已，并且墙也是实心的，根本没有隐藏的地下室。所以网上流传的都是谣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之时，网民依然没打算放过这家餐厅，仍是相信那里有性奴。而接着一查发现，这些谣言都是出自一家名为无尽真相的网站，上面宣称一名国会议员喜欢到那里吃中式西兰花，意思是他在那里嫖娼。而鉴于有些群众已经被煽动了，因此警察决定制止这种行为，随后就来找了网站的经营者广坤，但他坚称那不是谣言，并且提供了依据。由于议员的邮箱被黑，他的所有邮件都曝光了，有一封则是 Meet you at the Coral Dragon as usual, 4 p.m. They've got a new dish on the menu, fresh Chinese broccoli, highly recommended. 哪知广坤对此的解释竟是，议员不是在讨论中国菜，因为没人下午4点去吃晚餐。And Chinese broccoli? Initials, CB. On pedophile message board, CB stands for child brides. It can also stand for Chinese broccoli. Sure, look at these photos. Taken outside the restaurant. Where are those girls going? Home with their fathers. Where are their mothers? And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dragon's tail. Heart-shaped. Sure you're familiar with this from your law enforcement research? Butterfly with heart-shaped wings. Symbol. Child lover on the dark web. That restaurant is advertising what goes on there for those in the know. 哪知警察一眼就看出，广坤这么曲解纯是为了博流量，靠网站广告赚钱。可广坤却是坚称一切为了道义，警察当然不惯着他，要求他闭嘴。不料广坤竟拿言论自由当挡箭牌，死活就是不承认自己在造谣，并且又拿出了证据。曾有一名中国餐厅的供货商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判过刑，所以他断定这绝不是巧合。而警察为了终止广坤的谣言，决定去证实这就是个巧合，要狠狠打他的脸。结果供货商10几年前就不和餐厅合作了，至于性侵未成年，那也是30年前的事了，并因此也坐了4年牢，都可以算是上辈子的事了。So you and Congressman Bolton don't hang out with sex slaves at the Coral Dragon? I've never met a congressman.I haven't stepped foot in that restaurant since I lost the account. 所以这么看，这就是个巧合。却不料男人并没有说实话。随后，本森警长发布了电视讲话，为中餐厅证明，呼吁人们不要轻信谣言。对此，议员也表示了感谢，毕竟这么一来，他自己也清白了。哪知就在警察以为就此结束之际，有人突然发现无尽真相的网站上有一名真相追寻者，竟在暗网上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映照网站。于是警察立即决定展开调查，必须打掉真正的性贩卖团伙。随后他们把网站发到了网络犯罪科，可是却根本追查不到 IP 地址。不过通过逆向追踪后，警察居然找到了一个嫖客的 IP 地址。哪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发出的信息竟是我想吃新鲜的中式西兰花，名字就是国会议员。看来他下单点了一个小女孩。然而议员坚决否认说过这句话，他确信是自己的电脑被黑了。对此警察将信将疑，只能先带走了议员的电脑。结果竟发现硬盘里全是儿童色情片和关于青少年妓女的信息，但从议员的行程上来看，每次电脑发出信息的时候，他都不在家，因此警察猜测是议员的电脑中毒了，可能是敌人想陷害他。然而这些女孩却是真实的，她们都没超过15岁，所以解救这些女孩仍是当务之急。可是警方目前手里没有任何线索呀。好在本森警长聪明，当即只是仍去找广坤，查出他散布那些谣言的来源。哪知广坤根本不配合，称消息都来自匿名邮件，也没有回复地址。这整的警察只能检查他的电脑了，而广坤当然不愿意了。不料警察早有准备，当即拿出了传票，这下他可没招了。却不料广坤也是个狠人。就在警察等待检查结果期间，无尽真相网站上又出幺蛾子了，而这回居然是针对本森和阿曼达的。有人昨天偷拍了俩人的照片，并造谣警察是卖淫团伙的保护伞，而报仇就是他俩的孩子。因为孩子父亲的身份仍是谜，并且最后恶意猜测犯罪分子以婴儿为报酬换得警方的沉默，整天发文非常歹毒，一看就是广坤在报复警察。结果吓得本森俩人赶紧先将孩子送走，他们担心轻信谣言的网民会对孩子不利，而接下来就是整治广坤了。不料他竟振振有词，狡辩照片都是网友拍的，我只是提出了合理质疑，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中餐厅？那才是未成年卖淫团伙。而见他还是如此固执，警察也就一针见血指出，你根本不是为了追寻真相，只是想从广告点击率中牟利。谁知广坤又反咬警察，你们这么针对我，显然不想追查孩子的来源，就是在掩盖真相。结果这一下就惹怒了本森，孩子是他的底线，他真想把广坤的头拧下来。却不料广坤毫无惧色，又提出了所谓中餐厅的证据，指责警察已经审问了供货商，但却没有继续调查，反而在这威胁我。虽然警察被气得不轻，不过还是耐着性子想知道他的信息来源。可广坤就是不知道，这明显是在挑衅，并亦有所指称妓女有时会怀孕，生下老板不想要的孩子，然后直指本森的孩子就是这么得来的。而这彻底激怒了本森，就要对广坤动手。
不料这时有人找，可本森正在气头上，根本不管。直到喊了好几遍后，本森才算冷静下来，放过了广坤。原来是技术员在广坤电脑上找到了线索，有人一直在向他发送信息，包括议员被黑的邮件，并且更意外的是，那人刚刚被捕了，现正关在警察总部呢。这倒让本森有点难以置信，原来是总部早就盯着这个黑客好久了。既然这样，那就赶紧去审讯吧。随后本森就见到了那名黑客，接着俩人轮流对他进行了恐吓，但男子坚称我不是变态，那些色情片我一部都没看过。 But you did plant them on Congressman Bolton's computer, right? Yeah, For fun? You have something against the congressman? it was a job. I was getting paid. By who? I don't know. They found me. On the dark net, it's untraceable. So what did they want? Hack Bolton's emails, then send them to this website, The Endless Truth. The Endless Truth guy, Duca, he's the one who started the whole Chinese restaurant hoax. And what about the kiddie porn? The restaurant hoax wasn't enough. They wanted me to connect Bolton to an actual kiddie trafficking ring. And how did you do that? Where did you find the website, the actual website with the underage girls? On The Endless Truth. What do you mean? There were lots of posts about this guy who used to do some work for the restaurant. So I hacked his computer too, and found a link to a sex trafficking website. This guy, he's a real pervert. Not me. 这么看来，广坤是造谣者，而供货商一直在网上招妓。随后警察就又找上了供货商，哪知他仍是嘴硬，于是警察就动手了，开始搜查起了他的电脑，然后很容易就从浏览历史里找到了那个网站，并找出了他下单订购女孩的记录。上个月就有2次，而眼见已经暴露了，男人只得坦白了。但警察的目的是摧毁卖淫团伙，因此要他配合，到时可以从轻发落。对此，男人也只能同意了。随后在警察的监视下，他打电话订了一个女孩，警察则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对方把人送来自投罗网。而很快目标车辆就出现了，可女孩刚要下车，司机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驾车就逃了。然而警察岂会放过他？随后就在后面追赶，最终堵住了车子，将司机给逮捕了，同时也救出了失足少女。而女孩自称来自南美洲，本来是来当保姆的，没想到却被骗来做了皮肉生意，现在为一名老板工作，并且和数名女孩被关在一起。那接下来就是营救他们了。可女孩根本不知道关押他们的房子地址，于是凭借女孩透过车窗看到的景物，结合全景地图，警察开始搜寻起来。结果很快他就认出了一家甜品店，老板曾带他去那里买过冰淇淋，而这离房子就很近了。随后警察就把女孩带到了甜品店，开始在周围转了起来，一点点寻找关押他们的房子。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真给他们找到了。接着警察大部队就将这里包围了起来，并发起了强攻，然后很顺利的将老板逮住了，并在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些被逼良为娼的女孩。就这样，这个未成年卖淫团伙被成功捣毁了。既然案子已经破获了，本森也就不客气的找上了广坤，并正式警告他，如果再造谣我们警探孩子的事，就将你跟侦破的案子定为同罪。但广坤还想狡辩，可本森也不惯着他。 You're a fraud. You spread lies. You write stories that you know are false just to create hysteria and panic. I just put it out there. If people want to believe it, that's on them. No, this is on you. And I want a full retraction today, by end of day today. And if not, I will arrest you on child pornography charges,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make them stink. Do you understand me? 眼见自己再作就要坐牢，广坤这才收敛，而本森达到了目的，也就放过他了。最终也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解除了儿子的威胁了。却不料广坤仍在针对中餐厅和议员，辩称缺乏证据不代表没证据，简直就是个疯子。而他的谣言最终导致了悲剧，中餐厅出事了。原来议员觉得自己影响了中餐厅生意，于是为了证明在这里用餐安全，他特意带着女儿来吃午饭。不料被谣言毒害的激进网民以为议员女儿是他点的西兰花，于是见义勇为将议员打死了，只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和破碎的家庭。 It's just never gonna stop. 只要有谣言在，就不会停止的。